上一集冷子兴讲完宝玉衔玉而生，这一集冷子兴继续爆料，贾宝玉抓周抓脂粉钗环，长大后又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，男人是泥做的骨肉。冷子兴下了个结论，将来色鬼无疑了。可是贾雨村却不这么认为，他搬出了他在金陵教过一个叫甄宝玉的，这甄宝玉跟贾宝玉一模一样，贾雨村教不了，所以才辞官到了林家教黛玉。那么甄宝玉不是闲笔，他是个镜像。来，我们先听原文。雨村笑道：果然奇异呀，只怕这人来历不小呢。子兴冷笑道：万人皆如此说，因儿乃祖母便先爱如珍宝。那年周岁时，郑老爹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，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。谁知他一概不取，伸手只把个脂粉钗环抓来。这郑老爹便大怒了，说：将来酒色之徒耳。因此便大不喜悦。独那石老太君还是命根一样，说来又奇了，如今已经长了7、8岁了，虽然淘气异常，但其聪明乖觉处100个不及他一个。说起孩子话来也是奇怪，他说：女儿是水做的骨肉，男人是泥做的骨肉。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，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。你倒好笑不好笑？将来色鬼无疑了。雨村骇然厉色，忙知道非也，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的来历。大约这郑老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，若非多读书识事，加以致知格物之功，悟道参玄之力，不能知也。这子兴见他说的这样重大，忙请教其端。雨村道：这天地生人，除大仁大恶2种，余者皆无大义。若大仁者，则应运而生；大恶者，则应节而生。运生是智，节生是微。这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、昭、孔孟、董、韩、周成、张、朱，皆应运而生者。蚩尤、共工、桀纣、始皇、王莽、曹操、桓温、安禄山、秦桧等，皆应节而生者。大仁者修治天下，大恶者扰乱天下。清明灵秀，天地之正气，仁者之所秉也；残忍乖僻，天地之邪气，恶者之所秉也。今当运龙作俑之朝，太平无为之事，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，上至朝廷，下及草野，比比皆是。所余之秀气，漫无所归，遂为甘露，为和风，恰然盖及四海。彼残忍乖僻之邪气，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，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，偶因风荡或被云吹，略有摇动感发之意，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，偶值灵秀之气事过，正不容邪，邪复度正，两不相下，亦如风水雷电，地中际遇，既不能消，又不能让，必至搏击先发后使尽，故其气意必复人，发泄一尽始散，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，在上不能成人人君子，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。置之万万人中，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，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。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，则为情痴情种；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，则为义士高人。纵在偶生于薄作寒门，断不能为走卒贱仆，甘遭庸人驱至驾驭，必为其忧名昌。如前代之许由、陶潜、阮籍、嵇康、刘伶、王谢2族，顾虎头、陈后主、唐明皇、宋徽宗、刘廷芝、温飞卿、米南公、石曼卿、柳其卿、秦少游，
近日之倪云林、唐伯虎、祝枝山，再如李龟年、黄帆绰、敬心魔、卓文君、洪福、薛涛、崔莺、朝云之流，此皆异地则同之人也。子兴道：这依你说，成则王侯，败则贼了。玉村道：正是这意。你还不知，我自革职以来，这2年遍游各省，也曾遇见2个异样的孩子，所以方才你一说这宝玉，我就猜着了8、9亦是这一派人物了。不用远说，指金陵城内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，你可知吗？这子兴道：这谁人不知啊？这甄府和贾府就是老亲呢，又系世交，2家来往极其亲热的，便在下也和他们家来往非止1日了。这雨村笑道：去岁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见我到甄府出馆，我进去看其光景，谁知他家内等显贵啊，却是个富而好礼之家，倒是个难得之馆的。但是这一个学生虽是启蒙，却比一个举业的还劳神。说起来更可笑，他说必得2个女儿伴着我读书，我方能认得字，心里也明白，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。又常对跟他的小厮们说，必须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，设若失错，便要凿牙穿腮等事，其暴虐浮躁、顽劣憨痴，种种异常。只一放了学，进去见了那些女儿们，其温厚和平、聪明文雅，竟又变了一个。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吃出过几次，无奈竟不能改。没打的吃疼不过时，他便是姐姐妹妹乱叫起来。后来听得里面女儿们拿他取笑，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作甚？莫不是求姐妹去说情讨饶？你且不愧些。他答得最妙，他说急疼之时，只叫姐姐妹妹字样，或可解疼也未可知。因叫了一声，便果决不疼了，遂得了秘法，每疼痛之极，便连叫姐妹起来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也因祖母溺爱不明，每因孙汝师择子，因此我就辞了出来，如今在这巡盐御史林家做了管了。你看这等子弟，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，从师长之规谏的。只可惜他家几个姊妹都是少有的。好，原文演播完了，这一段重点就抓2个：贾雨村当过甄宝玉的老师，以及甄宝玉这个镜像人物。首先我们先厘清关系啊，贾宝玉在甄家处管，就是当过家庭教师。原文说，去岁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见我到甄府出管。那么处管就是当时的西宾啊，当私塾先生。推荐他的人跟推荐他到林如海家的是同一波关系网。他教的这个学生呢，就是甄宝玉。为什么后来辞了呢？因为甄宝玉太奇怪了，必须得2个女儿陪着才肯读书，说女儿2字比阿弥陀佛还尊贵，挨打的时候就喊姐姐妹妹，那祖母又溺爱，老师打学生，祖母护孙子，那么贾雨村就管不了了，因此我就辞了管出来。所以贾雨村的职业轨迹是先在甄家当先生，他教的是甄宝玉，然后教不了了辞了，现在在林家当先生，他教的是林黛玉。他连续遇到了2个异样孩子，一个是甄宝玉，一个是林黛玉。这俩孩子后来都跟贾宝玉有极深的渊源。那么重点来了，甄宝玉是谁？为什么绝大多数的读者都忽略了他？因为甄宝玉在前80回只活在别人的嘴里，正式出场很晚，所以很多人读到第1遍时直接就给跳过去了。但是曹雪芹写他绝不是闲笔，脂砚斋在此处有个极重要的批语，说甄家之宝玉乃上半部不写之人，意思是这个人上半部不出现，但必须先埋好伏笔。好，
我们来说甄宝玉和贾宝玉有多像啊，简直跟复制粘贴是一样。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，那么甄宝玉说女儿二字极尊贵极清净。贾宝玉挨打，甄宝玉也挨打，而且打时喊姐姐妹妹说这样可以解疼。那么贾宝玉有祖母溺爱，甄宝玉也有祖母溺爱，老师管不了。曹雪芹故意写两个一模一样的人，一个在金陵，一个在都中，甄和贾遥相呼应。那么甄宝玉在什么时候出现呢？他后面的命运是什么呢？前80回里，甄宝玉在第56回梦中出现，贾宝玉梦见自己到了金陵甄府，进了房间，看见榻上躺了一个人，长得跟自己一模一样，那个就是甄宝玉。这个梦极其诡异，像照镜子一样，又像灵魂出窍。然后在第74回，甄家被抄，这是全书第一次抄家，发生在贾府之前，是预演。那么脂砚斋多次提示，甄家即真家啊，就真假的真；贾家即贾家，就是真假的假。甄家先败，贾家后败。那么在后40回里，甄宝玉中举了，还劝贾宝玉读书上进。那么贾宝玉见他变得世故，非常失望。但是前80回里，甄宝玉的结局其实是个谜。那么接下来，曹雪芹为什么要写甄宝玉？这是镜像叙事的一个顶级手法，用意之一，真假互文，命运预演。到后面你会发现啊，甄家先败，贾家跟着败，真假都成空。那么用意二是对照反衬，两个宝玉一样的起点，但后来的路可能不同，一个可能醒悟，一个执迷。这种对照让贾宝玉的悲剧更有深度。那么贾雨村为什么说猜着了8九？因为他教过甄宝玉，知道这种正邪两副之人的特征，所以冷子兴一说贾宝玉抓脂粉说胡话，贾雨村立刻就知道这是跟我那学生一路的。这证明了正邪两副不是孤立的，是一种类型，天地之气搏击的产物，会在不同时代不同家庭里重复出现。那么关于正邪两副论，我只说最关键的一点啊，贾雨村把历史人物分为应运而生、应节而生和正邪两副3类。脂砚斋评灵秀之气、邪谬之态，千古一人。这就是贾宝玉的身份证，不是圣人，不是恶人，是情痴情种。而子兴总结成则王侯，败则寇，脂砚斋评一语道尽。封建社会只看成败，不问善恶，这8个字冷峻到骨子里了。所以这一期的核心就一句话，甄宝玉不是闲笔，是镜像。那么贾雨村不是过客，他是串联甄家、林家、贾家3家的关键人物。那么下一集冷子兴继续爆料，元婴叹息4姐妹出来了，贾敏去世，黛玉避讳敏字写出来了，王熙凤男人万不及一也出来了，最后一声恭喜，贾雨村要官复原职了。下一集敬请期待。